南都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硬糖少女303。第一反觉得挺兴奋，其实还觉得挺刺激，因为第一次参加这种要运动的这种综艺，然后也是第一次我们7个人一起以团的方式去参加这样子一个综艺。叶问吧，对，大家可能就知道一个叶问。练过3天剑，对。然后就是其实跟咏春是稍稍有些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接触下来的话，我觉得咏春大多数多余的是就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武术，然后包括它一些细节方面可能跟其他的一些就是武术会有一些不一样。对，我刚来的时候我是带了什么筋膜枪啊，什么泡脚桶，后来发现一是没时间用。对，我们困难和有趣的事情都在正片里。卖一个关子就是请看节目，请看。我可以卖一个关子，我可以卖一个关子，就是你会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内内，对，无比的力气大，还有那个意想不到的，还有那个陈还挺能打，对，他的新外号，就看起来最瘦小的人，其实对，其实他有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的那个自己。因为我就是我们这几天学习下来之后，我是当了助教嘛，然后就是一直跟着师傅有在学习什么的，然后就发现就是咏春它不光有打斗的东西，它还有就是一些哲学啊理论的东西在，他们是相互就是相交融的，就是很奇妙，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就是会有比较深的体会嘛，因为我一直都是在销售的岗位上，但是我通过就是自己的学习，我是觉得关于咏春的那些小招数跟小技巧，其实并不是说只有动作，其实它还有很多咏春的小道理，也可以就是教会我们平时跟人相处啊，然后做人做事，对不对？包括其实师傅的那种就是教给我们的那个武学思想也特别影响，比如说做人很谦逊，对生活呀、跟人相处啊、待人接物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对。我就是想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能传承到今天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我觉得在我学咏春之前都是在电影上看到的嘛，就是光觉得很帅很酷，然后感觉好像是应该是只有男生才能去学习的一个武术，但是来到这边之后发现，哎，好像它不仅仅是一门武术，更有很多的智慧和思想在里面。就是我觉得学了咏春之后，其实咏春最好的一点是它可以保护自己，所以为什么女生这么适合学咏春，就是她可以在不安全的时候能够正确的保护自己，而且我觉得女生把自己的武力值练高是非常有必要的，习武就是让自己更加的有底气，能够相信自己，能够保护好自己，所以我觉得咏春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女生来学习的。没错。女生的力量，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柔中带刚，因为甚至我们硬糖的这个概念也是嘛。是的。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天而不逆，阴而不刚，就是一直在说我们不是绝对的，我们有多样性，而且我们的多样性里面，你们看到的柔里面也有坚强的一面，你们看到有些我们有执念的一面，也有非常温柔，也有非常善解人意的一面。所以，女生她不一定要被定义，她真的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都有很坚强，也有很柔的一面。我希望他们到时候会对我们这个团，就是因为要面临解散的话，那肯定希望我们成功到他们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遗憾，我们要解散，所以自己就是未来可期。我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评价，可能就是，就是一个7个是那种感觉，一步步看着成长，然后就是慢慢的变成很厉害的人的这种感觉，对。然后同样也是跟西林一样，就是说觉得就是如果能再多看着他们再成长几年就好了，就会希望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对于自己来说的话，就希望可以抓住一切机会去学习，然后还有就是工作吧。我希望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刚成团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质疑嘛。我希望得到的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毕业之时得到的评价就是，他们真的很棒。
自己啊，他越来越好了耶。我最希望听到大家的评价就是《樱桃少女303》是一个不可被替代的存在。然后对我自己的话，就希望大家依然觉得我是那个初心不改的陈卓璇。我其实没有想就是我们会火还是不火，现在也是，但是我觉得我们毕业之后就是希望他们听到我们的歌，然后可能是回忆一下我们樱桃少女是什么，就是想到我们想念我们樱桃少女身上，这个是最重要，我觉得。我也是哭了，怎么突然想起哎呀，然后对自己是，对自己呢就是。就是很开心，是这样。哎呀，好，我没想到这个问题啊，就是突然想到就是想活，也希望我们可以都好开心，希望我们都好。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看我们越来越好，就是成长吧，对，然后也希望。因为其实也有很多选秀出来嘛，然后也是渐渐的看到了很多人爬墙之类的，是吧？就希望他们就是不要忘记我们吧，对，就是我们始终是他们就是最原始最喜欢的那一个，然后对自己的话就是就是希望自己在这条路上也能够就是越来越好，也希望大家也能够看到我的成长吧。说实话啊，这个问题是真没想过。完了，今天也才知道成团快1年了。我也是。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希望以后我们7个，以后毕业了之后可以经常多聚一聚，完了能随叫随到。就好，就这一个，因为其实过年的时候，就我们第一次分开，我们所有人第一次分开，大概7天还是10天吧，就是还挺不习惯的。是的。这是真的。没想过会这么不习惯。没有，真没有想到啊，就希望以后能多见一见。